借用传说中的尼卡之力，以幻想出了3档形态冲破命运的牢笼，乘上寻找父亲的家乡渔船驶向大海。这暴君熊生命的最后一年，超新星波尼飞速崛起的开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金。海贼王漫画最新1101话已经更新，熊和波尼父女的悲情命运即将进入奋力挣扎激昂终章。话不多说，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。伴随少年响彻四方呐喊，其骤然伸长的右脚冲破戈尔波山的领海。熊在一旁循声望去，下一刻，日后击败东海一霸鱼人恶龙橡胶战斧，与眼前踏碎巨石，这股力量已经远远超越东海新人海贼该有的强度。目睹此前野生猛兽们军下的魂飞魄散，而熊就在丛林更深处默默看着，一言不发。恍惚间，他想起了当年与龙的对谈。彼时望着远处郁郁葱葱的黎明岛，熊忍不住问出心中疑惑：为什么龙会如此熟悉这里？还有他无意间曾找到一个隐蔽的村子，村里有一位男孩。要是你想我死，那我继续说下去吧。被击老铁龙突然出声打断熊的述说，熊还有些不明所以，追问龙大哥到底有什么意思。龙如是答曰：孩子是父母的软肋。这话几乎算是确认了龙与那位男孩的关系，也让熊顷刻意识到龙作为革命军首领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。可能当时熊还不能体会到为人父母的感受，只是承诺一定会保密的。直到如今经历与波尼有关的诸多事件，再看远处无忧无虑的少年，熊的心情明显复杂了许多。另一边，路飞尚且不知道有人在暗中窥视自己，他正沉浸于开发出新绝招的兴奋。多么棒的收尾动作！我要把它留到对付超级强敌的时候，等到我启航找到自己的伙伴了。16岁草帽小子意气风发，拳打脚踢间对未来充满憧憬。今后他会以橡胶果实力量守护同伴，将任何胆敢向其伙伴下手的敌人施以重拳。后来我们知道，一路走来的四皇路飞没有愧对自己的初心，可惜3年前只有被彻底打服山中野兽见证少年决心。话说看着老虎和鳄鱼连连摆手认怂的模样，路飞颇感好笑。别担心，我不会是胆小鬼。话音未落，熊携带电话虫收到通讯，剧情衔接至世界政府的任务。路飞自然也听到电话虫的声音，但在他猛然回头质问谁在那里的时候，熊已经发动能力瞬间离开。肉球果实就是这么好用，只留下草帽小子呆立原地疑惑自语。奇怪，刚才到底是什么？有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感觉。最后路飞由此坚信，山林中肯定还有自己没有打倒的劲敌。他重又燃起斗志，大声宣布一定要在出海前将之击败。所以说，如果没有熊参与的话，路飞还能早1年出海吗？离开风车村，熊乘自己的船来到了一艘残破的商船旁。原来有海贼袭击这艘船后已经潜逃，上边命令熊马上去把那些法外狂徒炸上天。可听令归听令，真把他当作唯命是从傀儡又太侮辱人了。任凭通话那头强硬催促，熊始终坚持自己的步调。他答应了商人们将伤者送到医院的请求，甚至还耐心让其他人快点跟上，无视下令者逐渐抓狂的聒噪。熊找到劫船的海贼们，平静地劝他们自首。试问伟大航路谁能不知暴君之名？捡回条命的海贼们忙不迭地认错，真想将到手赃物乖乖交出，一场本该血流成河的清算便如此以最小伤亡化解。而在写给女儿的信里，外界所恐惧的暴君以最温暖的笔触在纸上沙沙留下旅行的痕迹。亲爱的波尼，这世界充满了照片和图书都无法捕捉的美，说不出大海的广袤，水天相接的绚丽，说不出和睦海风轻抚成群海鸟的温柔。每每记忆中和女儿度过的美好时光重现，思念便已经跨越时空，横亘生死，笑容再次绽放在她的嘴角。即使熊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，我渴望看到你灿烂的笑脸，愿你能切身体验这样的奇迹。这是熊对波尼未来最美好的祝福。遗憾的是，作为交易的一部分，熊不仅失去了和女儿再见一面的机会，甚至连他日常送出的讯息都从未到达波尼手上。自从回到索尔贝王国休养，波尼总在期待父亲的来信，可惜每一次打开信箱都大失所望。看着女孩不停在空荡荡的信箱里翻找，不知名的叔叔安慰道：我觉得熊肯定是非常忙了，或者消息只是被暂时封锁住了。波尼闻言忍不住露出一脸委屈的表情，可是爸爸明明说好会写一大堆信的。最后科尼王太后也说，信件都需要长途跋涉送达过程，你迟早会看到他们的，再等等吧，波尼。然而他们却不知道，就在他们谈话间，接着送信海鸥已经带来熊的书信和最新报纸，可是有 CP8 特工阿尔法在门口守着。这份信首先就被他第一个看到，随意翻了翻写满父女情深的信纸，阿尔法只让手下把报纸送到教堂。于是等之后，波尼兴冲冲让叔叔查看信箱的时候，里面除了一份晨报别无他物。哟，
有，没有父亲的消息吗？小波尼终究长叹一口气，说到拦截信件，已经不是特工们第一次这么干了。他们闲聊时提及，熊平均1个月能写10封信回来。有时候阿尔法忍不住吐槽，他怎么能找到这么多可写的东西，且被弄到脏兮兮的信纸上写着致波尼的字样，让护士越看越不爽。他无钱将熊的来信撕碎，觉着男人真够肉麻的，因为熊写了这样的句子。还有一件事，波尼，你可能不喜欢我这么说，但我真的非常爱你。我很快会再给你写信的。一片片碎片飘落进垃圾桶，桶都快被他们销毁信件装满了。特工们不会懂得，熊即将赴死前对于女儿的万般不舍，这才多少啊？他恐怕恨不得将未来几十年要说的话全部写进信里，好替自己陪伴女儿长大。可恨事业政府安排的监视者们将这一切化为泡影。顺便一提，在叔叔们仍把波尼当成小孩子，平时陪他玩叠乐乐的同时，日渐康复的女孩已经迫不及待要锻炼战斗技巧，以期待往后能和父亲一起出海冒险。有时正和叔叔摔跤，会被来催波尼吃药的阿尔法撞见，但幸好在阿尔法反应过来之前，波尼已经解除果实能力，恢复成平时小女孩的模样，放眼伟大宏路。说到底，恶魔果实并是稀罕货，阿尔法一时疏忽，真就只当刚才眼花看错了呀，真讨厌，这药非要这么苦吗？每日的治疗环节，波尼很不喜欢，苦才说明生效了嘛。阿尔法嘴上安慰着，实际上他喂给波尼的是一种没有任何治疗效果、味道可怕的柠檬安慰剂，哪来的好心疗养？治疗是假，博士变个说法的囚禁罢了。虽然科尼王太后等人不知实情，但老人家早已有备无患的隐瞒下波尼是能力者的事。聪明的鹰懂得隐藏自己的利爪，这是老妪经由岁月沉淀后的智慧，终在后来大大改变了波尼的人生轨迹。回到海军第8研究所，即承认规模翻了几番的弹头岛，此时贝亚庞克已经实现了一项堪称奇迹的创举。接下来正计划用岛云将大脑和研究所升上天空。你所看到的建筑有一半是全息影像，这是原本有计划好的应急措施。贝爷大谈城镇规划，可对面司徒西更加关心老贝新造型。我得承认，这发型很适合你。已经切除标志性大头贝亚庞克只是开玩笑地说，我现在感觉轻如鸿毛。而站在改造程度日渐深化的暴君熊跟前，司徒西感受与众不同。两人一个是即将成为傀儡失去自我的人，一个是拥有了自我的克隆体，究竟谁的命途更加曲折？司徒西很好奇，老贝没好气地训斥道：“别闹了，笨蛋！都说了你和我们一样是人。”这份认同感可能便是司徒西愿意为贝亚庞克献出生命的缘由吧。当人格被抹去，我会变成什么样？躺在手术台上，熊随口问起。根据老贝的说法，即使目前的熊已经以完全听从政府命令闻名了，但如果有人下令让你杀死一个孩子，你当如何应对？熊沉默了。就这一点来看，熊的手术不只会抹去记忆，当改造完成，原本一切阻止他执行命令的同理心和人性都会消失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改造中的熊尚能一直保持部分的自由意志，这种状态还能维持1年左右。熊听完后不再多说，又掏出羽毛笔开始书写。老贝早就见怪不怪了。这是另一封信。熊分外平静，我会一直写下去，直到时间用尽。波尼有权知道我的感受，我将在1年过完之前留给他一生的爱。司徒西在旁边咯咯笑着，感慨这份爱的甜蜜。室外一直大雪纷飞，但掐着日子过活的熊知道，波尼现在已经满9岁了。他的变化大吗？3人谈着这些，有欢笑声不时从研究所传出。新的信件上如此落笔，我不知道当你收到这份信是什么时候了，但生日快乐，波尼。我又回到贝亚庞克的研究所，这里的一切都很忙碌。与此同时，远在索尔贝王国，连同科尼王太后在内父老乡亲正欢聚教堂，为波尼9岁生日庆贺。在波尼惊喜注视下，大家为女孩抬来一个由科尼奶奶亲手制作超大披萨。吃货波尼很喜欢这个独特礼物，上前就是一阵猛炫，别提有多幸福了。但他最想要的还是父亲的消息。晚上叔叔们睡成一片，波尼又悄悄去查看信箱，不出意料什么都没有。独自坐在十字架下，他的目光扫过这片父亲打造起的小小天地，不觉间，波尼眼眶有泪水打转，而后泣不成声。说好的信1分也没有，曾经一起旅行约定还作数吗？从这天起又过了半年，阿尔法等人持续不断销毁信件，教堂内的众人自然没收到1分。在革命军总部巴尔迪戈，倒是传回了不少和熊有关的汇报。就和往常一样，待革命军军队陷入险境，熊就会突然出现扭转局势，然后一言不发的直接离开。类似的情况已经上演很多次了。现场革命军战士看出熊并不想让他们跟上去，所以最后每次相遇都没了后续。他一定有不方便我们知道的理由，这是领袖龙的结论。
转眼间，波尼在索尔贝王国已经待过整整1年，他脸上结石完全消失，清零并彻底成为过去式。我终于可以出去了。谁知这合理的要求却引来阿尔法的强烈反对。CP 接到命令时，囚禁波尼到10岁。以前有治病的借口还好说，如今波尼立刻察觉到了不对。贝加庞克明明说了休养1年就行，你们这医疗小组怎么搞的？给我延到10岁去了。他的疑惑很快在科尼王太后处得到答案。睿智的老人小声告诉大家，其实包括阿尔法在内，医疗小组全是政府的人。他们中有成员在酒吧喝酒时说漏嘴了。其实你的病已经痊愈，波尼。真的吗？不需要更多情报，单从对方偏偏要限制一位健康女孩半年自由的反常举动，科尼奶奶又确信背后另有隐情，且她不相信熊这么长时间一分心都不往家里寄，期间必定发生了意外。我已经安排好九舅和其他人了，直接去港口吧，波尼，扬帆远航，然后去寻找你的父亲。连门都没出过，波尼顿时变得满心忐忑，怀疑自己真的能做到吗？但这世上又有几次绝无风险的远行？恰逢今日阳光明媚，说走就走。以九舅为首，3位王国最强渔夫将成为女孩以后的得力助手。当下只需要这些便已足够，更远前方到时再说。波尼以果实能力变成老人，穿上科尼奶奶的衣服，带上仓促打包的行李，仿佛预演了无数次似的，跟阿尔法有说有笑，以王太后回王宫的名义离开了名为故乡的牢笼。人生第一次踏足外面的世界，土地结实，芳草萋萋，头顶着包裹大地的苍穹和悬挂于其中，代表未来和希望的太阳。不仅是波尼，许多透过窗户缝看到这一幕的乡亲们齐齐落泪，暗暗祝福小波尼的新生。等来到海岸边，一艘伪装成海贼船的渔船已经等候多时，3道熟悉的身影在呼唤波尼。女孩迫不及待恢复原貌，依次叫出他们的名字：九九、头次郎、土豆。快看啊，我真的在外边啊！波尼海贼团今日成立。关键时刻，阿尔法展现了身为一位合格特工的职业素养。他很快反应过来，发现教堂内波尼不见了，只剩个在努力装波尼、颤颤巍巍老家伙。被摆了一道特工护工怒火中烧，于是没过多久，船上众人正说说笑笑，聊到他们为了波尼把船弄成披萨一样的模样时，身后的阿尔法竟然踏浪而来。到了这地步，他也懒得再伪装，恼羞成怒，宣布要把波尼打到半死，然后今后拴住铁链关押。大叔定睛一看，心惊肉跳，认出阿尔法使用的不就是6世之一的乐步？当自由近在眼前，甲板上年仅9岁波尼并不害怕。他想到代表自由和解放的妮卡，想到自己曾问爸爸妮卡长什么样，熊也说不清。但是阿尔法已经冲到船只附近，有道声音比他更快，举着巨大化的手臂便冲上半空。叔叔们看的人都傻了，波尼这是什么招数？原来他从熊描述的妮卡身体由橡胶构成，可以随心所欲的进行战斗传说中得到灵感，以碎碎果实扭曲未来能力为基础。波尼将自己成为妮卡类似模样的未来变成现实，以一记超越版本3洞巨拳狠狠砸在阿尔法脸上，堂堂 CP 特工惨被秒杀，就此跌入大海生死不明。伴随着冲击力激起的浪花，伴随船们激动的欢呼，超新星波尼的故事正式开始。本是政府人质的他，踏上一条寻找父亲的意外征途。那艘本是渔船的海贼船驶入大海深处，铸就了一个文明新时代的潜力股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和父亲熊的再会，可能就是11超新聚首相簿第一时间了。不过这点有待后续剧情揭晓。以上就是1101话的全部内容，下周休刊。我是白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